中午呢，有一对单身男女来相亲啊，女方上来就表态呀，我婚后不想生孩子，男方立马同意，问女方呀，彩礼可不可以不给？女方直接回复啊，不可以。这位男士呢是92年的啊，身高在175左右，做建筑工程的。姑娘呢是91年，偏胖一点啊，企业会计。两人是互相看过资料，觉得都挺满意啊，所以约在今天中午12点在办公室里见个面。这中午呢11点半左右啊，这个女方就来了，一直等到了12点啊，姑娘就有些不太愿意啊。最后呢，男士啊还是迟到了10分钟啊，一进来就大声这个喘气啊，就说着不好意思啊，路上堵车呀，迟到了。这姑娘一听啊，这个脸一摆色啊，也没什么好脸色。我一看呀，赶紧招呼两人啊去会议室里聊聊天。这个两人啊进去见面坐下，这个女士就自顾自的一直喝咖啡啊，也不怎么搭理这个男士。他就有些尴尬，就主动问了这个女士啊，这个平时喜欢点什么？结果这姑娘呀就直接说啊，你问那些啊没什么意义，咱呢聊点正经的。你这边工作具体做什么？年薪多少啊？车房呢有多少贷款？男士听完啊，心里也是有点不太愿意啊，觉得女方太势利了。但是呢，也介绍了一下自己啊，是做建筑工程的，经常啊包活干，一年在20-30万左右。这个车是福特，房子呢比较偏一点，面积90多平啊。不过呀，好在是没有贷款。这姑娘听完啊，就有些不太满意啊，说我不太能接受你的工作，但你赚钱还可以。这个房子啊太偏了，好在没有贷款。我们呀可以考虑认识一下。然后啊，精彩的部分就来了啊！这姑娘就开始摊牌啊，说自己婚后啊不生孩子，觉得自己的人生啊本来就很累啊，没有精力去抚养孩子。男士听完就问啊，那你不生孩子结婚干什么呀？这姑娘就说呀，想找一个精神伴侣过二人世界。男士听完就问啊，你不生孩子，那彩礼可不可以不给啊？姑娘一听啊，不可以。如果生孩子才给彩礼，那我不是工具吗？何况我还要照顾家庭，收拾家务。这男士说呀，哎呀，我请人做家务，可不可以不要彩礼啊？姑娘说呀，不可以，因为两人生活在一起啊，是要付出情绪价值的。那对方生气，我也不能白受气吧？男士接着就问啊，那好，我这边呢可以下血书保证啊，对你百依百顺，绝对不让你受半点委屈，可不可以不要彩礼？姑娘回答呀，不可以，你是在做梦呢，女人跟你结了婚，还要承担被抛弃、被出轨的风险。这男士就说呀，那好，如果我跟你签对赌协议，保证忠诚，可不可以不要彩礼？姑娘就说啊，不可以，我婚后还要帮忙照顾男方父母，我自己的父母都照顾不过来了。男士一听啊，就说那我把4位老人送进养老院啊，全都住 VIP 客房，是不是可以不要彩礼了？最后这姑娘实在是忍无可忍，拎包就走啊，转头就跟这个男士说啊，你这人怎么这么爱算计啊？娶老婆还不想给彩礼，格局太小了吧？活该你单身一辈子。这男士听到也不愿意啊，你都30多了，又想让别人照顾你养你，还不想给别人留个后，彩礼不松口，还要男人什么都要顺着你，你嫁神仙去吧。就这样呢，两人见了不到半个小时啊，就来我面前呀，是数落对方的各种不是啊。我跟王八们就夹在中间，一时也说不上来话。你不想生可以，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要放弃吧。姑娘，你看看你的择偶要求啊，都是利己的。男人要有能力，赚钱要养你，彩礼也要给你，你图的倒是挺多，但人家图你啥呢？他图你感情图不到，他图你脾气好吧，你比驴脾气还大，还不如找个驴呢。图你给生个孩子吧，你直接给人家断后了。对别人态度啊还不咋地，就你这样我都看不惯。这姑娘听完呢，没说啥好话呀，转身就走。哎呀，给这种人交对象呢，都是一次性买卖啊，下回啊门都没有。上个月给一位大姑娘和小伙子介绍相亲，两人刚见面呢，互相感觉都还不错。小伙子觉着呀，这姑娘很合眼缘啊，姑娘也觉得小伙子是年收入很可观。于是两人见面之后啊，就开始聊天，互相问候嘛。小伙子很是积极啊，嘘寒问暖，这各种礼物红包啊一应俱全啊，就差摘天上的星星了。女方呢倒也回应，但基本上男士找才回复，从来也不主动问候。就这态度啊，哎呀，人家男士啊是绝对不影响的做舔狗的心啊，一有空就去给姑娘当司机，一到周末吃喝玩乐加导游啊，一条龙服务安排上。半个月之后啊，这个男士的妈妈呢主动请这个姑娘吃饭，并送了一套化妆品，价值2000左右，姑娘呢也收了。之后这几天呀，男士依然对这个姑娘是嘘寒问暖，人姑娘呢也依然是有问才有回，不问不回的态度。慢慢的，男士啊就主动聊天呢越来越少，最后直接啊就不发信息了。这姑娘觉得很奇怪呀，就发信息问男士啊，怎么最近也不追他了，也不联系他了。男士过了好久啊才回信息说呀，我相亲认识了其他的姑娘，对不起啊，我觉得我们不合适。好，
于是这姑娘是气势汹汹的跑我面前呀，把男士是从头到尾啊，那是祖宗十八代啊都给问候了一遍。大意就是啊，男士是个渣男，正在追求她的时候又认识了别人，不负责任。我听的是云里雾里啊，给男士打个电话。男士说呢，他对女方一直都很热情，也很喜欢，家里人呢也很看好他，但是啊，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不热情呢，也不积极的去处理关系，他觉得很累，慢慢的就不想联系了。男士以为啊，不联系了就是断了关系，谁知啊，姑娘又来问他，他才说了自己啊已经相亲了。挂了电话，我问这姑娘，你到底是喜不喜欢这个男士？她说感觉还行啊，谈不上喜欢，需要考察一段时间。既然你愿意认识，怎么就不积极一点呢？他说这谈恋爱啊，本来就是男人追女人，何况我也没有很喜欢他呀，我对他好不是显得我自己太廉价了吗？这观点真的听的是无法忍受啊！你搁相亲市场上装啥仙女下凡呢？相亲啊，都是要双方积极表达这个交往诚意的，人家积极主动了那么长时间，甚至还安排长辈和你一起吃饭，给你那么贵的礼物，你表达过什么诚意呢？他说我都接受了呀，他和我聊天我也回复，他请我吃饭我也同意，哎，他送我东西呢我也收了呀，我这个也是积极回应了。听得我呀血压蹭蹭蹭的上到180呀，人家只是和你相亲，他不是你男朋友，没有义务得一生一世的追求你吧。你但凡在他请你吃饭的时候假装抢着买下单，或者回点小礼物，他回家之后问问他到家了没有，平常主动关心一下下，关系啊也不至于发展成这样。这也算是本事啊，人家那些啊装成卖茶女的抠脚大汉都比你有女人味啊。这姑娘听了也很委屈啊，说他凭什么和我相亲的时候又要认识别人啊？哎呀，听得我那是气不打一处来啊。这有些人啊，毒鸡汤喝多了，这毒血攻心，拎不清现实了。你都进了相亲市场上了，还在做着呢四海之内皆我霸，都得宠着你的塑料公主梦呢。相亲都是有目的性的，忙的时候呢，一个女人呢能够见2到3个男的，这是常规操作。一个男的一天见2、3个女的呢，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男女双方就开始在自己这几天见的这帮人里面啊，互相挑选。今天我约你，明天我约他，后天他约我，这个就是相亲。相亲好几个都是渣男的话，那你太埋汰渣男了，啥时候门槛这么低了？相亲遇到合适的喜欢的就要主动积极去给些回应，给你发条信息好几天不带回的死了吗？这活着呀就主动给回个信息，不合适就拒绝。网上霸道总裁的爽文看多了，一副只享受不付出的样子。别忘了啊，现实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做人情世故，就像你花钱送礼求人办事是一样，你收了礼，你总得帮我把事儿办成了吧？不能办啊，咱就甭收。成年人恋爱很难做到呀，付出不求回报的。最可怕的是呀，莫过于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和一个不懂装懂的人谈恋爱，利用性别优势去消费另一方的。奉劝呀，这个不行，下一个更好，别被那么吊着。走。说个2人相亲变成9人团建的事儿，嘿嘿，想想都特别有意思啊。有一位这个男士啊，是83年的，本科是工程师啊，相亲快10年了。哎呀，比我进这行都早啊。那这10年呢，一直都是在相亲啊。我们俩常在这行混呢，就比较熟悉了。我有个女客户啊，是87年的小学老师，相亲3、4年了，一直都没有脱单呢。这见了也不下20、30位了，总说没要求啊，那实际啊都是各种挑。我当时就觉得，哎，他俩条件还是蛮般配的啊，就给他们撮合看看。哎呀，这一撮合那可出事了呀，那是一波三折啊。2人先是看了资料啊，互相都比较满意，就约好了见面。见面那天呢，男士先到，姑娘是后到的。刚见面啊，这男士啊就有点失望啊，现实完全不是他的理想类型，又想着呀，干脆相处看看吧，这万一灵魂合适呢？于是呢，他就主动招呼这姑娘坐下，问她吃点什么。人家呢也是毫不客气啊，拿过菜单呢就点了6个菜。当时男士就特别不满意这个行为啊，就直接问2人点这么多菜能吃完吗？人姑娘听了也有些不满呀，我来吃饭是吃的是感觉，想吃什么就得吃什么，我又不是非要吃饱吃完的啊。男士一看姑娘可能有点生气啊，就赶紧解释说呀，这不是怕吃不完浪费吗？打包啊还得麻烦。听到这儿呢，这姑娘也不太搭理男士了，就低头玩手机啊，气氛一时有点尴尬。不一会儿啊，菜上来了，男士呢就主动开始找话题聊天，一开始聊的还可以，这个后面啊就无意之间就聊到了这么大的年龄啊，为什么没有结婚这个事儿，女方就生气了，顺带着有一些老师的职业病啊，说话就比较严肃认真啊，说男士情商低不会说话呀，这问题明显就是带有歧视的，对年轻姑娘怎么不说，那就是嫌自己年龄大呗。最后总结了一下，自己和男士啊根本处不来。
男士这时啊脾气也上来了，就很憋屈啊，心里想着你出不来吃我的饭，我还受你气了。于是呀就跟这姑娘抬起杠，提出既然两人意见这么不合，那这顿饭啊就 AA 吧。这姑娘听完呢也爽快答应了啊，但是这话里话外呀含沙射影的呀，说自己相了这么多年的妻啊，第一次碰到主动要饭钱的。男士想着呀，反正啊菜都上来了，不吃白不吃，我管你的，埋头就吃啊，也没怎么搭理这个姑娘。哎呀，不一会儿啊，这姑娘的闺蜜来了，说是偶遇。这姑娘呢赶紧就招呼服务员啊再拿一双筷子来。男士看到这儿啊，他是怎么也不相信，怎么会有这么巧的偶遇呢？明明就是听说要 AA 了，把人喊来蹭饭的。他不好意思直接撵走，但是又气不过呀被人这么占便宜，于是呀就偷偷发消息啊给附近的兄弟啊，让他们火速啊来俩人吃饭。然后呢就招呼服务员过来，说再加4个菜。这姑娘一看呢，你疯了吗？要这么多菜？男士就说呀，哎呀，你闺蜜来了就得好好招呼，那吃的就是感觉呀，你也别担心钱，咱俩说好了 AA。不一会儿啊，这菜上来啊，没到5分钟啊，兄弟俩来了，打招呼说，哎呀，这么巧啊，一起吃个饭吧。好了啊，这两人呢变成5人，把这姑娘给气的呀，开始暗地较劲啊，故意拖住男士啊，悄悄的又喊来2个朋友。哎，这个时候女方是4个人，男士啊是3个人，这一共变成7个人了。倒是把服务员给乐呵的，赶紧给他们换到12人的大桌上去了。男士越想越气啊，觉得对方的这欺人太甚，想着反正也是这么多人了，饭钱我就跟你杠上了。于是他又叫服务员加了4个菜啊，又喊来2个朋友，这样一圈下来，一共啊9个人，点了14个菜。这姑娘一看呢是气不打一处来，想着算了，吃完就走。不过最后啊，好在因为人比较多嘛，大家也没有像这个打仗一样，而是一起聊天说话，也挺开心的。全当聚餐了，反正苦了这对相亲男女啊，一顿饭下来花了1800多。回来呢，相亲男女这2人啊是轮番给我打电话告状啊，说对方的不是。哎呀，林子大了，这什么鸟都有啊。有一对情侣啊，谈了6年的感情，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是女方父母是执意啊，要求是18万的彩礼。女方父母呢说有自己的盘算，一来啊希望男方家庭富裕能够给得起这笔钱，二来呢是希望给女儿一个保障，万一婚姻啊有变动，那女儿也不至于什么都没有。女方父母呢也表示啊自己养大女儿啊不容易，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所以啊不会陪送嫁妆。这位姑娘呢对男友啊确实是真心实意的，也非常的想跟他在一起。他认为呢男方家庭条件不错，18万呢完全可以拿得出来，所以呢这个姑娘也希望男友啊能够委曲求全。但是男友啊却无法接受这个女方父母的要求，认为这是变相的卖女儿，不看任何感情的情分，开口就要钱，将来呢也是没办法跟这样的家人打交道。一气之下呀，两人就闹了矛盾，分手了。讽刺的是啊，不到1年，男士啊就相亲认识了一位条件不错、长相也不错的姑娘，彼此呢都觉得合适，年龄啊也大了，于是2个人就结婚了。男方给这个姑娘的彩礼呢也是18万，女方呢陪嫁了8万和1辆车。那有人就问这个男士，是不是更爱这个相亲认识的姑娘，所以啊才愿意出钱去娶她？男士说啊，不是，我跟她没有多少感情，只是觉得彼此条件合适，家里满意，相处的舒服而已。他说呢，我给不了人家什么感情，那总得给一笔钱吧，要不别人凭什么嫁给我？那位谈了6年的前女友啊，知道之后非常生气，也很伤心，说自己那么爱他，和他在一起啊，生活了6年，却比不上一位相亲只认识几天的姑娘。18万呢，宁可娶一位陌生人，也不愿意娶自己。而女方的父母也说啊，男士根本就不爱女儿，喜新厌旧，明显就是渣男，害女儿是白白浪费了6年的青春。这个男人啊，就不是什么好人。肯定啊，会有人说啊，这种男人不嫁就对了，不顾及6年的感情，同样的彩礼是宁可给陌生人，也不愿意给相爱6年的爱人，明明就是喜新厌旧的渣男。其实啊，这个案例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大家呢应该理性啊去看待这个事情。彩礼啊其实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男方呀是完全可以给得出的。问题在女方父母啊，明知2人有6年的感情，却狮子大开口，直接跟男方要18万。想让这笔钱作为女儿的保障，这不是保障女儿，而是自私变相的压榨男方。
6年感情，男方对女方的物质上的付出也应该有很多，最后还要18万，那真的不如直接相亲给别人18万。不近人情和一毛不拔的态度其实是男方最不能接受的。不要总拿6年的感情去道德绑架别人，付出呢都是相互的。为什么国家不支持高价彩礼？因为彩礼成了某些人为满足私欲变相压榨他人的理由。还有那种要彩礼是给女方保障的说法，我听了真的觉得很搞笑。请问是保障女方婚后不上班还有钱花，还是保障女方离婚之后手上还有钱呢？如果想要钱的话，那咱就明码标价，买得起咱成交，买不起咱就找便宜的。双方自由恋爱，因为感情走到一起的，那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双方你来我往，有很多感情投入才有今天。这就好比你出门打出租车，给钱你觉得是应该的，但是好朋友提出开车去送你，你提出呢要给油钱，朋友却说呢按照出租车的价格来收，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憋屈？这不就是又想当那什么，又想立牌坊吗？大家怎么看？说点彩礼那些事儿有一个活我最不爱干，那就是提亲那家伙一问到彩礼就一个个跟炸锅一样，现场就跟那菜市场一样讨价还价。有的人家呢还通情达理这彩礼呢看着能力给，这有的要了20万都觉得亏了结婚当天不下车，你非得再给我10万。哎呀，人生不易今天上午就提心吊胆跟男士一起去女方家里提亲去了，咱就把这个过程给你们说说先说一下这个两人的情况。男士是92年的硕士，在国企工作，年薪在20左右，独生子父母都是公务员。这个女方是94年3本，是艺术类的待业在家考公务员，父母是农村的，有一个弟弟。两人呢是自由恋爱了2年，同居1年多。恋爱期间呢，这个男士每个月是给女方生活费在3000左右，还给她还了外债7万，再加上生活开支等等，这2年期间花费了将近30万。上午去的时候，这姑娘和弟弟还有妈妈在爸爸去干活了。我们到了之后这双方是嘘寒问暖了一会儿，后面呢就开始聊到这个结婚的要求了。女方妈妈不说则已，一说惊人房一套，车一辆，彩礼30万。我听完那血压蹭蹭蹭往上涨真后悔没把我那池子里王八给带来，劝劝我呀。男士呢听完就解释说自己现在没有钱头2年刚买了房子装修，这2年收入很多也都是花给2个人了，这个最多呢现在也都能拿出个10万左右。女方妈妈一听理直气壮的说谈恋爱都得花钱，怎么你还得把这钱算到彩礼里面吗？你1年挣20万，彩礼要30万，这要求一点都不高。我一看这情况还没谈就吵起来了，就赶紧解释这彩礼就不要跟这个男方收入挂钩了，当地的风俗也就是几万，最多也就10万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女方弟弟就嗷嗷的一下打断我说，现在10万彩礼拿出来不丢人吗？女方妈妈呢也是紧跟着声音特别大的怼过来你知道我们村里有个寡妇带着6岁的儿子找了一家人还给了20万的彩礼，我家闺女这不能连寡妇都不如吧？我们家面子放哪？接着又说他们村里没本事的姑娘嫁人人家大专的这个干电焊的都要给20万，怎么你学历研究生还是当领导的，好意思比这个低吗？哎呀，这话一出来，男上当时就火了，你女儿现在没工作，还是靠我养着呢，怎么好意思要这么多？两人呢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吵了一会儿男士转身就问女友我要是没有这30万，你嫁不嫁？这姑娘脑子也不带灵光，听了就说这结婚是要跟你一辈子的，嫁到你们家就要伺候你们，给你生儿育女，把我妈妈自己扔到家里，那肯定是要补偿的。再说这钱也不是给外人呢，我妈就是你妈，那又怎么了？男士当时听完气得血压都往上冲我拉住他先冷静一下，就听女方妈妈在那儿又苦口婆心的劝这笔钱我们也不要，那存在女儿的名下，万一哪天你们离婚了，这女人带个孩子她也不好嫁人呢，这钱也能够给她当个保障。男士接着就问那给30万赔价多少？对方理直气壮的说没有赔价。这时候男士就已经很生气了，说要么10万彩礼两人结婚，要么分手。对方一听直接说这10万可以，但房子必须得加名字，车也得是女方的名字。哎呦，你们没看着对方的要钱的嘴脸上辈子土匪，这辈子都投胎他们家了。我劝女方，我说你们家这个条件聪明点的不要彩礼也会嫁。男士硕士，年薪20万，独生子，父母在政府工作，这条件够优质了，多少人都想认识。
姑娘你马上30了，去相亲也是一个不讨好的年龄，没有工作，各方面条件一般，分了手你根本就不会找到他这样的。我还没说完呀，他弟弟就说呀，我姐那是要考公当官的。哎呀，那底气让我觉得啊，那都不是考公了，那是要考总统了呀。双方呢又因为啊是谁配得上谁啊，又吵了一会儿。最后他弟弟也是直接起来啊撵我们出门，说我姐有的是人追啊，连彩礼都不舍得给，以后啊对我姐肯定也不好。男士气的呀，出来就给他女友打电话嘛，结果呀是被拉黑了。说个最终结局啊，这个男士啊联系上女方了，要求女方必须还给他10万，而且分手，都是有转账记录的。这女方一听啊不同意，而且还去挽留这段感情，沟通到最后啊就说这个分手可以，这个钱呀5年之内再给他，并且呢录了这个电话录音。男士呢就拿着这些证据啊决定起诉法院，说对方既然不讲情面呢，也休怪他狠心了。最后劝那些因为彩礼吵架的买家和卖家们，如果婚前都能产生巨大分歧啊，这日子往后啊他也过不好的。好了，下期再给你们讲个陪嫁2双袜子的事儿。时光飞逝啊，嗖一下又到了新的一年呀。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别再问我是不是童话故事啊，这现实生活中啊朴实一些的爱情故事啊那还是有很多的呀。去年我给一个小伙介绍对象啊，他是92年的，个子不高，也就最多170吧。高中一毕业呢，就去新疆当了兵，这部队也一待啊就是10年。家是农村的，父母赶集啊做点小买卖，在城里给他买了一套小房子。给他介绍对象啊，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困难的。很多姑娘都会觉得他要么个子矮啊，要么就长得没有眼缘，甚至啊连面都不见啊就直接拒绝了。这去年夏天他休假回来嘛，给他介绍了一位94年的姑娘，是一名护士，个子也不高，在155左右啊，很瘦。这互相换资料的时候，我还问过这姑娘啊，是否介意男士的身高和家庭情况。当时这姑娘就说，来年的春天男士又休假回来了。两人呢见了双方的父母，一开始这女方父母是不太满意的，觉得男方啊在外地1年才回来一次，这个家是要靠女儿的，他就不放心。这姑娘劝父母啊，两人只要真心啊把日子过好，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当兵呢是保家卫国，又跟父母说呀，男士对她很好，人品很好，有责任心等等。最后这姑娘父母也同意了，两人就在国庆节啊结了婚，彩礼4万加上3金。在一起的这2年呀，很少发生争吵，遇到问题都是互相理解和包容，生活过得也是其乐融融。以前啊我说过很多遍啊，幸福的故事都是一样的，只有不幸的故事才各有各的不幸。新年快乐，希望天下有情人啊终成眷属。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现在社会有一种很扯，大吵大闹，一天小吵2天一大吵，姑娘是越来越讨厌对方。很多小细节呢，比如说男士吃饭发出声音，男士亲吻的样子，甚至连一个牵手都感到厌恶的无以复加。两人平常呢没有话说，工作完回到家，要么冷冷清清，要么吵的是翻天覆地，邻居劝架都劝累了。结婚半年后，女方主动提出离婚，退还1半彩礼，另一半呢当做婚姻失败的补偿。男士同意了，两人一场婚姻闹剧啊结束了。很多人都问过我不喜欢对方，但是对方条件很好很合适，可以结婚吗？答案是不可以。纵使举案齐眉，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啊，终究意难平。结婚是另外一个纷繁绕杂的开始，你们要朝夕相处，一起要做很多其实远远都谈不上令人享受的事情。比如说呀，买菜做饭，买房子装修房子，看了自己也作践了别人。中午啊给安排了一对单身男女相亲见面，差点没给我气出乳腺增生啊。这男方呢是33岁啊，在私企工作，部门经理，有车有房，年薪在10万左右。女方呢是32岁，是我大姨家的邻居的妹妹，做审计工作的，年薪也在10万左右。两个人呢是上个月见了有第一次面啊，互相觉得都还行，条件也相当，这年龄呢也合适啊，就答应相处看看。这不俩人都放假了，今天中午啊又约着见了第2次面。刚刚见完面呀，就在中午有1点左右啊，两人就干起仗来了，先后给我打电话呀。以前我就说过啊，一旦见完面立马就找我的，基本都不是好事儿。先是女方气势汹汹啊，说对方不真诚，态度不好。一问具体情况，这姑娘就罗列出了4条罪证。这第1条呀，男方在知道今天见面的前提下，没有跟他沟通出行问题，简单点说呀，就是没有开车去接他，导致他在寒冬腊月天呀打车出来见面。其次啊，没有制造浪漫的小惊喜啊。他说这是第2次见面，按理说呀，这第1次见面了解过了吗？大家都觉得合适啊，才会来见第2次面。
一见面呢也没有什么惊喜，也没什么浪漫，也没什么礼物，这得让他觉得这个男人啊并不是真心想要跟他在一起的。第三个呢是点菜的时候，男方直接忽视他的喜好，是自顾自的点菜啊，他不爱吃海鲜，不爱吃鸡，但是男士啊都点上了。这第四条呀，说到这条，这姑娘嗓门呢提高了8度呀，她竟然让我给她饭钱，我缺那钱吗？你给我评评理啊！这顿饭先不说啊，都不是我的口味，不是麻的就是辣的，不是甜的就是咸的，我都没吃几口，一个大男人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钱啊？哎呀，听完这4条，我的脑血管立马就堵了一半了啊！接着男方呢来电话就开始辩论啊这个情况，先是接送问题，这男士就说呀，自己一开始啊确实不知道女方是希望接他的，以为啊两人约好地址啊就可以直接过去了。关于制造浪漫的小惊喜，男方觉得这才是第2次见面嘛，并不是很了解对方，所以还没有到追求送礼物的那一步。这第3呢是关于吃饭，男方说自己啊当时是问过女方想吃什么，但是女方态度很冷淡，也不怎么搭理自己，一直在玩手机，也没抬头啊，就说了句随便，他就以为是真的随便了嘛。关于最后一个要女方付钱这事儿，男士说啊确实提出来了，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因为女方呀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全程对他都很冷淡，男士和他说话呢也不搭理，偶尔回答几句呢也没有什么好气儿，总是自己啊在玩手机，给他夹菜呢他直接都给扔回来，说不需要。最后这个男士呢也生气了，直接就怼这个女方呀，既然来相亲了，那就别端着了，也没人欠你，你拉大个脸给谁看呢？这姑娘听完呢，就直接就跟这个男方就杠起来了啊，说对方人品有问题，辩论到底是谁的不对。最后两人都吃不下去了，男方就提出啊，让女方来承担1半的饭钱。女方听完呢，是拎包就走啊。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结束之后呢，我给我大姨的邻居回了个信啊，我这边庙小，王八也不怎么爱干活，确实伺候不了大佛。32岁了，还以为自己是23呢，心智怎么这么残缺不全呢？30多了，接触的男的也应该都30多了，就这个年龄段，除了骗子，谁一天没事研究着怎么给你制造惊喜啊？没感觉到真诚？什么是真诚啊？车接车送，每天嘘寒问暖，各种浪漫加惊喜吗？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怎么地，幻想着一个长得帅、超有钱的男人，就像盖世英雄出现在你面前，然后承担起你所有的经济开支，并且还得对你随叫随到，像祖宗一样宠着你，对你唯命是从啊？是不是还得要至死不渝的那种？死了这个男人还得爱着你呢，为了你终身不娶啊！30多的人了，来相亲找对象，说白了就是条件合适，互相不讨厌，就可以发展关系看看。你还想着对方来热烈追求你啊？大白天做梦不害臊？再戳一下你的肺管子啊！单身女人上了30岁啊，就要学会提供情绪价值，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要结婚呢，遇到比你条件好的呀，就要伏低做小，忍气吞声；找到条件差不多的，就要互相理解，互相迁就。你又不是公主，端着个臭架子，这辈子都得打光棍。相亲啊，你得识物者为俊杰。这聪明点的人啊，他都会很幸福；不聪明者后果自负。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呢，气得那吃自己的王八们啊，都撂挑子不干了呀。她今年30岁，身材匀称啊，这个颜值打6分，本科学历，在私企做策划的，父母都是农村的，有一个弟弟。她来找对象，想找一个工作体面、年收入30万以上、有车有房的。我忙活了一上午啊，给她介绍了好几位。这第一位男士呢是大专学历啊，自己开房产中介。这个大高个还很帅啊，比他小1岁，年收入啊在30个左右。他说不行，学历太低，工作也不稳定。我给他介绍了第2位，比他大了4岁，硕士学历，公务员，年收入在8万左右，有车有房啊，父母都是老师。就是这个个子不高，165左右，因为确实有短板嘛，个子不高不好找对象，但整体条件确实优秀。人这姑娘一听啊，不行，年龄太大，个子太矮，出门让人看了笑话。哎呀，听完我是真头疼了呀。你搁这儿买东西呢，货比三家，人条件要是都让你满意了，家里边还富得漏油，那人家找你干嘛来了？人家这条件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吧，但多看你一眼都得上那眼科医院里去矫正斜视，好吧？这姑娘呢又哄又撒娇的让我再帮忙推个，我呢又给她找了一个同岁的事业单位上班，父母都是公务员，小伙长得很帅，这姑娘一眼就看中了呀。结果呀，联系人家男方之后啊，人就回复了一句啊，女方家庭条件太差了，不考虑。就这么一句话呀，这姑娘愣是把这个男士给数落了半个点，就是一副我看上你了，你凭什么看不上我？数落完问我呀，他凭什么嫌弃我家条件差呀？这问题问的呀，我也是无语啊。我家要是这条件啊，我都嫌弃我自己，那别人凭什么不嫌弃我？结婚不是共同进步，起码也是搭伙过日子吧？人家条件也不差，干嘛要找个拖后腿的？
这姑娘听了不愿意啊，说男人比女人多了3000多万，好多男人都找不着老婆，怎么还挑女人条件呢？听完我说人这3000万呢都在农村呢，你去不去啊？他说不去，我要看家庭条件的。哎呀，就因为男方嫌弃他家条件差这事啊，和我愣是叨叨半个多点，最后我是委婉拒绝把他送走了。家庭条件差的女孩，你要是进入相亲市场，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千万别想着哪个条件好的男人和你结婚呢，不会看你的家庭条件。谈恋爱可能不会在意家庭条件，但是结婚会，毕竟条件好的男人，人家也不是慈善机构啊，谁结婚都希望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吧。穷女孩想要嫁得好，一定要付出更多，你需要有足够利他的属性，比如说性价值，你年轻漂亮身材好；经济价值，你足够优秀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要么你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对吧？体谅、关心、理解他人，让人和你相处的开心舒服啊。相反，你啥也不提供还闹脾气，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呢？相亲大家都是权衡利弊之后才决定要不要和对方相处的，这过程它本就合理合法，你难受别人怎么嫌弃你，那你自己就找个犄角旮旯里哭去，别抱怨。你这还没开始找对象呢，就拿一些客观存在无法修正的毛病挑事儿，就这个人品，要处对象的话后面都是坑，鸡蛋里边挑化石是找茬，你真是挺伤肾的啊。最后呢，给大家放个教育片啊，找对象别贪，不然你啥都捞不着。今天说说慢热这个事儿啊，这是病得治。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呀，说喜欢一个姑娘1年多了，对方总说慢热，要不要去追了？他今年32岁，做机械工程的，一年20万左右。这去年初啊，相亲认识了一个姑娘28岁，人家姑娘长得挺好，男士一眼就看上了啊，想着只要对她好，怎么也能拿得下呀。于是每天积极表现，按时打卡，早晨起床，醒了吗？中午吃饭了吗？晚上下班了吗？平常呀是忙吗？在吗？女方呢也回复，但基本都是几个字啊。一有空，男士就约这个姑娘呢，她也出来，两人说话聊天呢，也能说到一起去。姑娘也让牵手拥抱，但就是一到关键点呢就拒绝。平常这情人节、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等等啊，都按时的送礼物、送红包啊。终于啊，追了半年之后，这男士啊鼓起勇气对这个姑娘说：“我喜欢你，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人姑娘呢不紧不慢回了一句：“我还没准备好，发展太快了，我这人啊比较慢热，再相处看看吧。”一盆冷水啪呲一下到了男士头上，拔凉拔凉呀。行，半年不够啊，咱再追。这会儿啊，努力上升了一个档，两人相隔20多公里啊。这男士啊就下班又跑去接姑娘，下班吃饭送回家，没事啊送个惊喜，带个礼物。姑娘也是越来越开心啊。男士一看这好，博得美人笑了，那更用心了呀，对她更好了。这样呢，又过了半年，花了好几万出去了。男士是信心满满的又去表白。还专门找了策划公司呀，在商场那最中间啊，那布置的现场老漂亮了。有一个环节啊，那是表白成功啊，头顶一个很大很大那个球里面就装了无数气球，工作人员扎破啊，天上就会掉下来很多气球，想想都很浪漫呀。男士就把这个姑娘带到中间，手捧鲜花呀，说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结果人家姑娘却说呀，我还没准备好，发展的太快了，现在呢只是刚刚有感觉。男士听完就急了呀，我追了你1年了，你喜不喜欢我该有个回应了吧？人姑娘说呀，你人很好，但是我这感觉来的比较慢，你得给我点时间去了解你。这样吧，2个月之后啊，我肯定给你结果。男士听完呀，是头也不回的走了，剩下工作人员就尴尬了，这球是扎还是不扎呀？男士问我还追吗？我说不追。他说付出了1年的努力，马上就有2个月就有结果了。我说结果也是不喜欢你。他说万一喜欢呢？哎呀，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啊！我和你们再强调一次，相亲认识的你根本不需要去追的，
基本喜不喜欢第一次见面就已经决定了，喜欢这个过程一定是相互的。所有的慢热都是价值不够。我见过一个9分的帅哥，人家从来都没有说遇到过慢热的女生。你要知道，慢热并不取决于时长，慢热取决于很多因素，你的价值、他的价值、他身边异性的综合价值，以及此时他着急的程度。唯一不用考虑的因素就是接触时长。有些人呢，今天还自称慢热，考虑了一晚上，明天就可以了。那是因为他清楚自己年龄大了，身边的异性差不多都结婚了，周边异性就你条件还行。很多男人脑回路我也是服了很奇怪，听到慢热总是以为自己快成了，觉得只要自己决心大，诚意足，持之以恒就可以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应对慢热你得有招，这第一招魔法打败魔法。你不着急表态，我也不着急表态，你骑驴我找马，看谁好过谁。你敢慢热我就冷你，你要快热了那我才展示诚意。总之一句话，谁急谁先输。这第二你要有自我设限，适合广大的这个直男直女们再慢热也要有个时间的吧，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日期，期限之前该怎么接触就怎么接触，时间一到还没上升关系那就拜拜相亲本来就是快节奏，基本3个月就会有一个结果的，慢热这都是病，你得治。你愿意跟胖子谈恋爱吗？有一个姑娘来找我交对象92年的，身高在160，体重有170多斤，自己开了一家商店。她说自己年龄大了，很焦虑，很想找个男朋友结婚。这相亲5、6年了，一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我一看到她呢，我就问她怎么不先减肥再来找。她说自己减不下来也没有时间去减。听到这儿呢，我当时就委婉拒绝了。相亲都很现实，看条件、看身材、看脸，你这个体重，大多数男人他都不会接受的。他听了就问我我要求很低还不行吗？我问他多低，是不要求男人年龄长相，还是不要求男人有车有房？他说和我同龄差不多，有个房子有个工作就行。我长相呢也不挑，主要还是看人。我问他，有一个男士比你大1岁，有车有房有稳定工作，也是因为胖呢，相亲总是不顺，你愿意认识一下吗？他一听立马摇头，说不行，我不能接受胖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自己胖，所以希望对方瘦点。我直接问他，其实你也觉得胖不好看不喜欢对吗？他说呢也有这方面原因，但主要是考虑到健康问题，一家有一个胖的就已经很危险了。他说只要对方不胖，条件稍微差点自己能接受。我说有一个农村的年龄比你大一些，家庭条件差，但是有房有稳定工作，你愿意吗？他说不行，我们家是城市的找农村的不行。听完呢，我顿时觉得自己说不出来话了。两个人聊了有一会儿之后这姑娘就走了。看他走，我心里真的很难过，不是不帮，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凡人，我改变不了大众的审美。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找胖子谈恋爱？说直接点，就是外表激发不了性幻想，确实是无法产生恋爱的情绪。我们抵抗不了生物本能，大家都是凡夫俗子，都是看脸这么肤浅的生物。你的灵魂再好，也是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可相亲本就是快节奏，选择项那么多，谁会愿意拿出时间去了解你的灵魂呢？有提防杀猪盘。生活中呢，我们也会喜欢胖子，是因为了解一段时间之后，感觉相处的舒服开心，才会愿意在一起交朋友。但相亲99%都会拒绝对方胖。人呢都是看脸的生物不论男女，不要听那些用虚伪的夸奖来掩盖你胖的事实。明明你胖，可周边就有人呢会说你不胖，你好看。明明你胖的就是找不着对象了，有人就是说那是你没遇到合适的，一定会有人喜欢你的。这些话就是毒鸡汤。事实这种夸奖远超于那些恶言相向的人。有些人呢是单纯的坏，有些人却是坏到骨子里的贬低。这种夸奖真的让人可以迷失自我，以为胖总是有很多人喜欢的，但现实就是别人一听你体重你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胖子找不到对象吗？那当然能只要你能不断的向下兼容。比如说你找个比你还差比你还胖的人，你能接受吗？如果你是一个条件很好很有钱的胖子，那就要接受别人是图你条件或者是图你钱，而不是真心爱你的，你能接受吗？两性关系里有很现实的3要素一是性价值，二是经济价值，三是情绪价值。一段恋情你起码要具备2种价值才可以和谐。性价值代表着你的外形体貌，往往是第一次见面就已经决定的。估计胖子自己也不想找胖子谈恋爱吧，不如去正视自己的问题，管住嘴迈开腿，这样你的择偶范围才会变大。在你有限的青春里面去找一个相爱的人不好吗？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胖子们 fighting。
今天呢，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一位88年的姑娘呢，身高大约在这个160左右，有点偏胖。本科学历，在私企做行政管理的。她呢来找对象，说自己有些着急，亲戚家的这个妹妹都结婚了，有孩子了，都会打酱油了，说自己也不想再耽误了，想抓紧找对象。问她想找个什么样的，她说自己要求不高，就2个条件：一呢是想找市里有房子，没有贷款，就是全款。2呢是想找工作稳定的，要求是事业编或者是体制公务员，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就行。这个时候旁边一位这个98年的姑娘，她就听见了。她呢是这个本科学历，身高大约在165左右，年轻嘛，衣品也不错，也会打扮，在这个国企上班。她呢就对这个88年的姑娘说呀：“你要求条件怎么这么高呀？有多少男的房子是全款呀？那公务员他也不多吧？我找本地有房子的，有贷款我也接受，工作稳定就行。”听的这88年的姑娘是立马就着急了，好心劝起来这个98年这个姑娘：“你太年轻了，你不知道物质条件对婚姻有多重要。你要找个有贷款的，那婚后你们还要一起还房贷，以后生了孩子每个月都要用钱，压力会很大的，你的生活质量是直接就下降了。”还劝这个姑娘说找个有钱的或者是有权的，现在男人都靠不住，万一哪天他对你不好，你起码还有钱花，总比嫁给个穷鬼好，最后离婚什么也没有，白白付出了几年青春。这98年的姑娘听了之后也是丝毫不客气，就直接怼了过去，说：“大姐，你怎么这么有经验，到现在还没有嫁出去？你比我大了整整10岁，还在私企做行政，你也没有比我优秀吧？长相身材也不如我，要求却比我高那么多。你本来就是个失败的例子，为什么要劝我怎么找对象？”听的那个88年的姑娘是面红耳赤特别尴尬。我听了心里是直夸这个98年的姑娘三观真的特别正。很多明明自己就是婚姻失败者却出来散播这个毒鸡汤，给未婚姑娘的几条忠告，说婚姻不幸福，没钱的婚姻更不幸，几婚离了都能找未婚的。还有那些说着千万别委屈自己别将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未婚姑娘的择偶标准是越来越夸张，彩礼呢是越来越高，变着法想占男人便宜，一边想要女权呢，一边又想什么都不付出，坐享其成，不劳而获。那些毒鸡汤是让结了婚的想离婚，未婚的呢不敢结婚，真的是害人不浅。还有那么多的姑娘信奉为真理，找对象呢都是眼高手低，不看自己是几斤几两，天天都是在做白日梦，以为自己是个仙女，满大街的男人都喜欢。真想对这位88年的这个大龄姑娘说你算计的那些你看不上的男士他们也看不上你，而你想认识的那些男士他们更看不上你。你再这样挑三拣四真的可能要孤独终生。给大家说一个过程很尴尬，结果又很幸福的相亲经历。今天的周末大家都放假嘛，我就安排了几对相亲伙伴见面。这其中就有一位姑娘95年的在国企工作，这个个子不算高，长相甜美可爱。跟她相亲这个男士呢是94年的，在央企上班。这2人呢就约在了今天中午要见面相亲的。原本呢男士的意思是去接这个姑娘但人家女士呢可能不想男士麻烦就说自己去打车过去。中午呢男士是早早就到了约定的餐厅，女士那边是原本准备打车的，但是一看吃饭的地方离自己家那么近，打车又特别浪费钱，起步就要小10块了，这个等公交呢又慢，于是呢他就骑着他妈妈的电动车去餐厅。这个电动车就是那款特别老的那一种，用了10多年了，你就能想象到这个新旧程度了。电动车骑起来就发出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走路走边上都能听得到，而且那个车闸还不太好使这到了餐厅这个姑娘就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停车，怕被男士看见嘛，毕竟人家姑娘这个面子薄。这进去餐厅就给男士打电话，看到男士在角落里等他了，就这样2人呢就顺利的见面了。吃饭过程呢也算是比较顺利原本的男士想点4、5个菜，但是这姑娘呢就觉得有些浪费就要了2个菜1个汤，一人呢1碗面条就吃了起来。这个男士就通过这一点就对这个女士的印象特别好。2个人呢从工作聊到生活，聊到这个家常姑娘呢也是越聊越开心。男士这边也特别绅士给女士又倒水又夹菜，也是嘘寒问暖。原本呢想着一切都是很顺利的，回家之后2人就慢慢发展感情嘛。老天爷他一般都不太会随你的心意，
接着就发生了很尴尬的下面这一幕。这吃完饭呀，男士说送姑娘回家，这姑娘就想着呀，哎呀，我电动车还在外面，对吧？赶紧就说呀，不用了，不用了，又很好面子的就说啊，自己叫车了啊，这车等会儿啊就来。就这样呢，男士啊是先走，女士在店里啊去留意着男士走了之后啊，就赶紧出门去找自己的电动车。饭店门口啊是有那种停车的这个门禁杆的啊，有车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车出去啊都是要扫码交费的，在门禁杆旁边有一个这个行人可以走的通道。这个姑娘就骑着这个电动车呀，裙子啊全部挽起来，坐在屁股底下啊，伴随着这个车子嘎吱嘎吱的伴奏。刚刚骑到门禁杆的边上啊，就听到一个男士啊给她打招呼，我们又见面了呀。姑娘回头啊就看见相亲男士啊在车里啊正在扫码付停车费，她呢赶紧啊把裙子给揪下来，就特别尴尬的笑笑说啊，你还没走啊？男士呢就说呀，我刚才有事儿嘞。这付完钱出来之后啊，男士就很高情商的说了一句话，顿时让这个女士呀是好感爆棚。男士就说呀，哎呀，你看你真聪明啊，骑个电动车比开车快多了，还凉快。女士听完呢就很尴尬的笑了笑说，哎，对呀，我家也近，骑个电动车呀一会儿就到了。说完呢，这个姑娘呀就赶紧啊就说了个再见啊，骑着电动车嘎吱嘎吱嘎吱的就回家了。哎呀，那一路上啊她就觉得太尴尬太丢人了。回到家之后啊，这个姑娘是欲哭无泪啊，谎言被揭穿，觉得太丢人，而且骑个电动车呀也太跌面了。她不好意思联系男士啊，就把这个过程跟我说了，说自己啊把相亲给搞砸了啊，自己啊很喜欢男士，但是啊男士应该啊不喜欢她了。我听完真的是哭笑不得呀。那我就去打电话给这男士啊，男士人家也笑着说呀，自己很喜欢这个姑娘，不装不做作，而且很大方，知道过日子。而且呢，这个人呢也很温柔啊。至于骑电动车呢，反而给他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男士说呀，自己喜欢她，而且这个姑娘呀，我追定了。听完呢，我心里啊就觉得，哎呀，很甜呀。就是不论你觉得再尴尬的事情，在有爱的人眼里啊，都是你的可爱之处。这听着男士啊，处处去维护这个姑娘，夸这个姑娘，真觉得这个姑娘呀，这次啊是遇对人了。喜欢你的人，你的缺点在他眼里啊，那都是优点。不喜欢你的人呢，在他的眼里啊，只能看到他对你的厌烦和嫌弃。一位女士呢，今年42岁，离异8年多啊，带个10岁的儿子，和我说呢想找对象。她外形条件啊确实是不错，这会打扮呀也表显年轻。那自己是卖化妆品的，这疫情期间啊，这个买卖不太好干，日子呢是过得紧紧巴巴的。这养儿子啊，每年的花销呀至少也在3万多。她现在呢是赚不出来，就想找一个这个男人结婚啊，和他一起来分担压力。那我就问他想找什么样的，他跟我说呀，自己想找一个大2岁啊，或者是小5岁的男士，工作要稳定，月薪不能低于1万，市里要有住房，最好是学区房。男士呢，最好是未婚或者是离婚不带孩子。这最重要的一点啊，女士表示年龄大了，不会再生孩子。听到这儿呢，我就反问这个女士啊，你不生孩子又不允许男人带孩子，这男人和你结婚图什么呢？帮你养孩子吗？女士就说呀，我年龄大了呢，不能生孩子，我照顾自己的孩子我都忙不过来，如果男方再带孩子的话，那我岂不是要累死？结婚是让我幸福的，也不是让我来受罪的吧？那与其受罪，我为什么要结婚呢？这男人图什么呀？图我是女人呢？多少男人找不着对象，我带儿子说明我负责任，我儿子不是也得喊他一声爹吗？听完这些话呀，我是直接被这样的三观刷懵了。我就问他，那你结婚要彩礼吗？他说彩礼啊是结婚必须要给的，而且3斤也不能少。听完呢，我就忍了忍啊，耐心的跟他说，如果你这样的择偶要求的话，那就只能找退休的男人，这孩子呢都可以独立生活了，也没有负担了，可以和你一起啊照顾家庭。我还没等说完呢，这女士就直接怼过来，说我故意讽刺她。她自己做化妆品生意的，会打扮，虽然40多，但是跟30出头的呀差不多，让她嫁给这个半身进了土的老头，怎么可能？而且这男人年龄大了呀，身体啊都会出毛病，自己还要照顾着儿子，再照顾着他，那这日子还能过吗？听完我就觉得呀，忍一时风平浪静啊，那都是屁话，再忍下去啊，我都能得乳腺增生。我就直接开怼啊，你是这儿不想要那儿不想要，光想着自己一毛不拔，占尽别人便宜，又想要爱情又想要物质，光想索取不想付出，你这不是找老公，你是找取款机吧？总说自己显年轻，你再年轻能比得过30出头的女人吗？人家能生你呢，发动机都漏油了吧？
看你找对象那得寸进尺的要求和要彩礼理直气壮的嘴脸，我都忍不住一盆冷水泼醒你。在这个世界上呀，最不能做的就是占别人便宜。你今天占的便宜，未来的某一天呢，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加倍的还给你。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别人当傻子的同时呀，还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别人不知道。奉劝脚踏实地，先把孩子抚养好，婚姻懂得付出啊，再去索取。反正啊，我这话没说完，这女士呢就拎包就走啊，末了还说了我一句不靠谱。哎，上过电视登过报，全国人民都知道红娘轩宇最可靠，大眼睛双眼皮，一看就是讲究人。一位姑娘96年的，年前给她介绍了一个92年的男士，这两人性格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慢热的。这加了微信啊，两人聊天啊都特别尴尬，这聊不下去啊，两人就不联系了。哎，去年年底呢，这个男士啊因为工作调动，就去了离女士啊挺近的一个地方。这一看这么近啊，这男士就约女士出来见面之后，哎，这感觉他就到位了。单身姑娘走一走，精神小伙抖一抖啊，两人就这么看对眼了。就这么联系起来了。那从那天见面之后啊，男士是每天啊都找他聊天，这个话题啊基本都是没话找话，就聊聊工作啊、生活之类的。周末呢没事，两人啊也会出来一起吃个饭，去看看电影。这姑娘说呀，自己性格呀本身就已经比较慢热了啊，但是男士啊是比她还慢热，聊了2个多月，见面也只是吃饭看电影，从来不主动牵她的手。这个为了给男士制造机会，姑娘每次都故意去看电影。这个黑灯瞎火的嘛啊，靠的又近，走路也是故意不看路。可回啊，这个男士就是老老实实的。他又纳闷了，难不成是不喜欢自己吗？他就越寻思越不是个事儿啊，自己是个女孩子，这主动去拉男人的手，这多丢人呢。他就语言加行动啊，就暗示男士啊。可是理工男的思维啊，就是你冷了给你倒杯水，不知道给暖和手啊。这最后啊，男士呢就跟他保持距离的又聊了2个多月。这姑娘实在是开不出口啊，这上个周啊就过来找我说她对男士啊就挺有好感的，这都4个多月了，这也没什么进展，说能谈就谈啊，不谈也不耽误时间了，怎么自己啊还热脸贴冷屁股了，就不讨好了呢？听完呢，我就答应这个姑娘说我去问问这个男士的意思。谁知问了人家男士呢，这个男士就说呀，那他也没有主动说喜欢我，我就以为他不喜欢我，时间还不到，我就不敢靠近呢。哎呀，听完我就觉得好无奈呀。人家姑娘不喜欢你，和你聊工作都能聊4个多月，这原本一个慢热的姑娘硬是给你逼急了。你呢去买束花约姑娘吃个饭啊，表达一下心意。接着这男士就说了一句，那还用买戒指吗？哎呀，我的内心啊真的，要么是让相亲互相看不上的给愁死了，要么让相亲看得上不会推进关系的给急死了。买戒指干啥呀？你又不是去求婚。这男士呢后面就答应了，谁知这个事啊他总不是那么如人所愿。这个周末啊，男士买了花，买了蛋糕，哎呀，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那个蛋糕的意义在哪里啊？又买了这个戒指，真的是去求婚了，问人家姑娘愿不愿意嫁给他。哎，结果人家姑娘还真同意了。这姑娘就说呀，这个男朋友啊虽然慢热，但是还挺可爱的，就是越看越讨喜的那种。这个人呢也踏实，工作啊也比较努力，这个结婚就结婚吧。说着呢，这2人就约好了这个5一啊回家见见父母。你看这个。最后想说呀，男士们单身在外呀，缺少关爱，少喝点酒，多吃点菜，遇到姑娘能爱就爱，勇敢争取，别怕失败。大家都开始陆续放假了，对吧？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关注我的死死抱住，没关注的抓紧加入啊！因为后面的这段日子里，天天带你们看大戏啊，相亲的相亲啊，摆烂的摆烂，打仗的打仗，结婚的结婚，那是一家欢喜10家忧啊！昨天下午接到男士电话啊，哎呀，还有3天订婚啊，女方突然涨价，觉得彩礼给的不公平，这可是把我担心的呀！大晚上赶忙急的啊，去了一趟女方家里。这个男方啊是92年的，中专学历啊，下学早就自己开了家小吃店，月薪在2万左右吧。老家呢是湖北农村的，有个妹妹啊，通过相亲呢认识了现在的这个女朋友，94年的大专学历，在私企是做前台的。老家呢也是农村的，两人谈了有1年多。这起初呢，女方家里她比较反对，觉得男方啊家庭条件差一点，而且还那么远啊。好在姑娘这人呢还不错啊，比较坚持，觉得男方人很好，也喜欢他。就这样呢，两家上个月呢是谈了定亲，彩礼啊也是讨价还价，定在了6万，女方陪嫁2万的家电。
商议的挺好，准备下个周啊，也就是在后天的时候，两个人呢就去定亲领结婚证。结果呀，昨天女方突然变卦，觉得彩礼要的不合理，说如果想要定亲的话，彩礼至少12万。我一听这彩礼价格，他直接翻了个番啊！我是最讨厌这种行为的。那我赶紧去了女方家里之后啊，这女方父母在啊，我问到彩礼这个事情，他们就说啊自己以前不太懂啊，私下里给答应了。家里亲戚啊一听啊这价格觉得不合理，说谁谁谁家呀给了多少多少啊，谁谁谁家怎样怎样。我听完先是劝呀，这各家情况都不太一样，彩礼这事啊可不能去攀比，都是为了小两口好呀，要考虑他们实际情况。女方妈妈就反驳我呀，跟我说这男方条件啊确实一般，家里还穷，那我闺女这人老实呀，喜欢他呢我也就认了，但是彩礼你不能让我们家丢脸吧？这别人啊都还没有陪嫁来，我们还陪嫁了2万，所以啊彩礼12万啊一分不少。这女方父亲人还行，觉得呀半道改嫁他确实啊不是很地道，觉得要不这样吧，就8万块钱或者6万呢我们不给陪嫁了。刚说完啊，这女方妈妈是一拳打了过去啊，就你话多，以前还都不是你定的，赶紧闭嘴。转身呢就跟我说呀，哎呀我们有事啊先商议一下。接着呢就拉了个大叔啊去了里屋啊。我先强调一下，我真的没有偷听啊。那大姨去了里屋之后啊，给别人打电话，她开着免提啊，那声有多大呀？我就听见对方在电话里啊就说呀，你要咬紧牙关啊，别松口，12万啊他1年就挣出来了，这点钱他都不给的话，那肯定啊都不是诚心要娶的。这女方妈妈呢在电话那头啊就说啊，这男方家里要是真没啥钱，这要不给咋办啊？对方呢就给出主意啊，他俩都谈了1年了，他都30多了，怎么可能说不给就不给了？最后啊要实在不行你就降到10万嘛。临了对方还来了句啊，千万别给陪嫁，你别傻。哎，这挂了电话他俩就出来了，跟我说呀，彩礼12万一分不少，理由是啊男方1年能赚20多个，这些钱对他来说都是小钱儿。我听完呢，说实话啊，咱也没好意思穿破，但是我也没啥耐心了，就直接就跟他说啊，你女儿都28岁了，你们在农村还没个退休，就这么一个女儿，以后那是要靠女婿的呀。这男方自己创业赚的都比大多数人要多，如果你彩礼逼急了，婚黄了，你女儿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找？要是男方给了这12万，婚成了，男方不得心里记恨你们一家吗？风水轮流转，最后这结果呀还是你们自己承担的呀。这女方妈妈呢一听也是觉得有理啊，说起码得多给一些吧，这抚养女儿长这么大，我们也付出了不少呀。听着我就来气呀，抚养孩子啊那是为人父母的义务，和彩礼没有半点关系，谁不抚养孩子呀？别听别人说的，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过得好不好别人能帮你怎么地？最后哎呀真的是又磨了1个多点啊，两人终于松口，说彩礼6万就6万，但是这嫁妆一分不出了。听完呢我看也到这个份上了，就跟男士沟通啊，虽然男士很反感这种半路改嫁，但是啊也接受了，觉得呀女朋友人很好，不想让女朋友啊夹在中间啊为难，就这样人家后天呢这个订婚啊继续。以前呢我就说过，这100年前那些土匪啊都投胎当了丈母娘了呀，做事你得顾全大局，算计多了自私自利，最后啊都是自己承担恶果的。哎呀不说了啊，喂刺猬去了，这快过年了，得让他们给我看好门啊。